一眨眼，《致命弯道》系列电影即将迎来完结撒花的大结局。作为一部深受广大观众喜爱的传统擦边血浆电影，最后这一部可以说已经将边都擦冒烟了。100多分钟的正片里，需要打码的情节就超过15分钟。话不多说，我们开始今天的故事。一对喜欢户外旅行的小情侣，开开心心地骑着自行车来到了景区的野山上户外骑行。骑到半山腰，两人发现眼前出现一处冒着水蒸气的天然温泉，两人顿时浮想联翩，二话不说就开始宽衣解带，说是要享受一把真正的大自然馈赠。结果泡着泡着就情不自禁地搂抱在一起。就在他们情绪越来越高涨的时候，完全没有注意到自己已经被可怕的食人族盯上。就在两人心满意足准备骑行下山的时候，食人族忽然出现，一箭射穿了男人的脑袋。女孩哪见过这种场面，骑上自行车转身就跑。万万没想到，食人族在前方设下了铁丝陷阱，轰一声就被铁丝割下了双眼。这时候两个食人魔也跟了上来，开心的开始分解猎物，准备起了晚餐。前菜结束，正片开始。早在1926年，某个爱好比较特殊的大家族在西弗尼亚州偏远的郊外建立了霍伯温泉庄园，而这个家族还有个极为变态的传统，那便是为了保持血统的纯洁，族人严格遵守着近亲交配的繁衍原则。于是家族的新生儿基因病频发，时不时造出一些爱吃人肉的畸形人。更重要的是，基因病还会导致不孕不育。这不，数百年传承下来，整个家族就只剩下杰克森和萨利这对亲兄妹。眼看着家族血脉即将断绝，他们花费大力气对族谱进行了严密的调查，终于惊喜地发现家族中竟还有一个直系成员流落在外，于是赶紧给他写了一封信，让他回来继承一碗家产。这个人正是咱们的男主丹尼。为了了解自己的身世，同时也继承一点点钱财，丹尼找了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带着女友托尼和另外5个好友来到庄园。这里幽静而神秘，因为有温泉的缘故，到这里疗养的游客非常多。丹尼的表妹萨莉和表哥杰克森已经等候多时。虽然是第一次见面，萨莉对丹尼十分热情，然而过分亲昵的举动却让托尼有些不自在。走进大房子，让人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诡异。尽管如此，但来都来了，况且还有免费的房间和超赞的温泉，所以最后大家还是留了下来。安排好一行人，杰克森开始办正事儿。早些时候，一个在庄园疗养的老太看上了杰克森强壮有力的屁股，开心地给出了暗示。本以为能饱餐一顿，结果却被杰克森无情虐杀，而他的尸体则成了食人族的储备伙食。办完了正事儿，杰克森带丹尼来到武器房，放在这里的弓箭是丹尼的爷爷留下的。杰克森告诉他，家族里的男人最擅长的就是用剑打猎。作为继承人，你即将拥有整座庄园。不过在这之前，你得拿起父辈的弓箭和我一起去打猎，证明自己的勇武。为得到庄园，毫无射箭经验的丹尼痛快答应下来。第二天，在杰克森的帮助下，丹尼成功射中一头野鹿。看着垂死挣扎的猎物，丹尼有些不忍心，但还是补刀终结了野鹿的生命。在这片林子里狩猎的不止他们，还有畸形人。这个倒霉的警察刚好路过，还来不及反应，就被畸形人射杀。维克闲着没事干，一个人跑树林里溜达，谁知竟不小心目睹畸形人生吃猎物的场景。逃跑途中，维克撞到丹尼，两人一同滚下陡坡。丹尼比较倒霉，腿被畸形人的铁丝刺中，负伤回到了庄园。早就想传宗接代的萨利第一时间跑来慰问，他贴心的用家传配方给丹尼上药。渐渐的，气氛变得暧昧。萨利一边夸赞丹尼是个优质男，一边动手动脚。显然，他是从遗传角度做出的评判。丹尼并不知道，以为表妹对自己一见钟情。就在萨利想要发车时，托尼突然回到房中。见状，萨利只好不甘心地离开。又是美好的一天，7人当中的另一对小情侣布莱恩和吉利安无意间闯入一个房间，发现靠墙的玻璃柜中放着很多值钱的陶瓷塑像，柜子旁边还有一扇暗门。在好奇心驱使下，两人顺着秘密通道来到下面。直觉告诉布莱恩，这里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很快，一个姿势难以描述的雕像引起了吉利安的注意。除此之外，这里还有一些有特殊用途的椅子，不能多说，懂的人都懂。现成的工具不用白不用，于是两人开始做起了不可描述的体力运动。
正上头时，机器人忽然从背后砸晕布莱恩，吉列安则在椅子上领了盒饭。机器人正要对布莱恩补刀，却被萨利阻止。这个男人他还能用一用。于是可怜的布莱恩被萨利绑到他的床上。萨利才刚发车，就被赶来的杰克森紧急喊停。他让萨利最好保持体力，好用在该用的人身上。担心节外生枝，布莱恩决定今晚就把丹尼带到族人面前，是时候告诉丹尼家族的秘密，好让他肩负起延续后代的光荣使命。布莱恩知道了不该知道的，当然是活不了的。另一边，丹尼已经和小伙伴们开始规划庄园的未来，他要把这里重新装修，好吸引更多游客。他们哪里知道，已经有2个小伙伴彻底凉凉了。杰克森和萨利私下找到丹尼，让他今晚一个人过来，到时候带他去见大家族里的其他人。而3人谈话的内容恰好被门外的维克偷听到。夜幕降临，杰克森和萨利带着丹尼进山，维克悄悄跟在后面。很快他们便抵达目的地，只是围上来的这些亲戚和杰克森想象中的不太一样。萨利让丹尼不要害怕，他们虽然长得丑，但血统都是纯洁的。杰克森给了丹尼一杯特制的红酒，味道有点怪，丹尼强撑着喝了几口。随后杰克森向他讲述了家族繁衍的秘密。如今血脉延续陷入困境，所有希望都在丹尼一个人身上。杰克森，你是不是不行？信息量太多太重口，丹尼一时间有点懵。这时萨利迫不及待亲了上去。躲在树林里的维克察觉情况不太对，想冲出去，却被身后的畸形人抓住，带到族人面前绑了起来。丹尼神情恍惚，看来红酒有问题。维克拼命求救，丹尼却在药物的作用下变得神志不清，连维克都不认识了，任由他被畸形人倒吊在半空中，放干了血。完事后，萨利还专门给丹尼端来一碗，毫不知情的他竟真的喝下了好兄弟的血。吃好喝好后，萨利在火堆前跳起舞，丹尼产生幻觉，把他当成了托尼。萨利的一系列操作成功让丹尼上钩。男友彻夜未归，托尼担心了一晚上都没合眼。就在这时，门外传来急促的敲门声，丹尼醉醺醺的回来，浑然不知嘴上还有维克的血。托尼发现丹尼身上有抓痕，作为老司机，他当然知道是怎么一回事。种种不寻常的迹象足以说明这里有问题。托尼提议离开，可丹尼又怎么会舍弃房产呢？他迷迷糊糊地倒在沙发上继续睡觉。突然厨房里飘来一股奇怪的味道，托尼带着哥哥罗德和眼镜哥过去查看，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杰克森正在煎肉片，身后的桌子上明显是一堆人肉。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3人连忙逃跑。这时杰克森也离开了厨房，担心暴露，3人只好先躲起来，等他离开再逃命。不料刚出去就被畸形人发现，危急关头，眼镜哥缠住畸形人，让托尼和罗德先离开。对付一个畸形人多少有点胜算，3个的话肯定不太行。2个畸形人死死按住眼镜哥的身体，另一个掏出消防水枪，让眼镜哥以极其惨烈的方式领了盒饭。当务之急得赶紧离开庄园，尽管丹尼背叛了自己，托尼还是要带他一起走。说着说着就跑去找人了。罗德很无语，丹尼明摆着不想走好吗？不放心托尼一个人，罗德无奈地选择留下。很快食人魔找了过来，罗德躲在角落，结果一个不注意踩到捕兽夹，疼得要死，他却不敢发出任何声音，直到外面没有动静，才试图拯救自己的脚。他哪里知道畸形人并没有离开，而是把他当成猎物尽情耍弄，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到死罗德也没见到自己的好妹妹。托尼这边，他前脚刚拿到一把猎枪，后脚就找到了暗门。昏暗的灯光下，萨利笑着走到面前，看得出来他因为占有了丹尼很得意。萨利把昨晚的事全都说了出来，然而托尼始终不相信这一切会是丹尼的本意。托尼手里有枪，但凡胆子大点，故事就结束了。结果托尼只是用枪柄朝萨利身上打了过去，错失最好的机会，想再把萨利杀掉，可就没那么容易了。接下来2个女人打作一团，萨利把托尼带到热水旁，自己却遭了殃。托尼把他的头按在水下，等萨利摆脱时，整张脸已经5分熟。托尼抓住机会给了萨利一枪，可惜只打中他的腿。丹尼已经清醒，听到枪声后，他立马赶到了现场。托尼主动上前求安慰，却被丹尼一手推开。
看着面目全非的表妹，他大声呵斥托尼：“你到底干了什么？”说完，将萨莉搂在怀里。此情此景，托尼的心伤透了。可面对误解，他还是不放弃，哭着对丹尼说：“维克和眼镜哥都被你的好表妹、好表哥弄死了。”然而丹尼并不相信，在他看来，不管是杰克森还是萨莉，都是他的家人，不允许别人挑拨离间。这就是恋爱脑的下场啊！托尼想再给萨莉补一枪，可惜晚了。杰克森听到枪声也来了，托尼毫无悬念落到他手上。看着表妹的惨样，杰克森恨不得把托尼千刀万剐。庆幸的是，丹尼还有点良心，他谎称要自己动手，让杰克森放了托尼，之后假装失手让托尼逃跑。没想到的是，杰克森有两下子，轻轻松松就追了上来。只是他没想到，在求生欲望的支配下，托尼居然变得这么能打。他拿到杰克森腰上的钥匙，对着他的脸一顿狂怼，硬生生把他搞死了。先是表妹，后是表哥，丹尼下一秒翻脸无情。他坚定地认为托尼想送走他全家。拜托，托尼杀死杰克森难道不是自保吗？不管托尼怎么解释，丹尼都不接受，甚至眼睁睁看着他被畸形人杀死。故事最后，丹尼的事业蒸蒸日上，无数游客慕名来到庄园，但他却彻底迷失了自我。为了延续香火，他和萨莉走在了日夜造人的路上，生命不息，奋斗不止，说的正是他们二位。作为系列的收官之作，除了血腥和少儿不宜的场面，还煞费苦心的添置了家族乱伦的诡奇剧情。这个故事算得上该系列最有深度的，男主最后的幡然醒悟也是意料之外。其实纯种纯血、近亲繁殖以及孤立隔离所带来的退化与堕落等等，都是值得深入挖掘的地方。可惜电影没能跳脱出致命弯道的固有框架，更多的还是靠血腥卖肉来博眼球。好了，今天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喜欢的宝子们可以去看看原片，最后不要忘记3连支持一下哦。